接下来的60分钟里，我将带你沉浸了解光速到底有多慢，如果超越光速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我们被囚禁在一个看不见边际的牢笼中。每日助眠1小时，我是睡语深空，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当你抬头仰望星空，看到那道划破黑暗的微光时，你的大脑会下意识地产生一种错觉，觉得那是极快的象征。每秒299792.458公里，这个数字在人类那狭小的感官尺度里，确实像是一种神迹。它能在1秒钟内绕地球跑上7圈半，快到让你觉得它几乎是瞬时的，快到让你产生了一种可以跨越一切的幻觉。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数字其实是一个极其缓慢、极其寒酸的补丁呢？我们要先剥离掉所有关于光速的感性认知，回到物理学的最底层。很多人认为光速是某种物体的运动速度，比如一个光子在空间中飞奔，这其实是一种极其低微的理解。光速在本质上并不是某种东西跑得有多快，它是这个宇宙处理信息的带宽上限，是现实世界这个巨大服务器的系统时钟频率。为什么是这个特定的数值？为什么不是更快，或者干脆是无限快？在19世纪，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在推导他的电磁场方程组时，发现了一个令当时所有物理学家都感到战栗的真相。他发现，电磁波的速度只取决于2个常数：真空介电常数和真空磁导率。这2个常数代表了真空本身的属性，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时空结构的硬度或者粘稠度。这意味着光速不是光自己决定的，而是由你脚下踩着的，你周围充斥着的这片看似虚无的真空所决定的。想象一下，你正在玩一款画面精美的大型开放世界游戏，你在游戏里骑着一匹快马奔跑，你觉得速度很快，但实际上你的移动速度受到2个核心参数的限制。第一是服务器每秒能够处理多少次你的坐标更新，第二是你的显卡每秒能够渲染多少帧画面。如果服务器的 CPU 主频固定了，那么无论你如何挥动马鞭，你在底层代码层面的位移极限就已经被写死了。光速就是我们这个宇宙服务器的刷新率。当你试图加速一个物体，让它接近这个上限时，你会发现宇宙并不是在后面推你，而是在从底层逻辑上阻碍你。随着速度的提升，物体的动能会呈指数级增长，最终这些能量并没有转化成速度的提升，而是转化成了质量的增加。当你达到光速的99.999%时，哪怕只是想再提升一点点速度，所需要的能量都将趋于无穷大。这是宇宙在告诉你，别试了，代码层级不支持更快的运算。这种限制是全方位的。如果光速可以无限快，那么因果律就会瞬间崩塌。在物理学的定义里，光速其实是信息传递的最高速度。如果2个事件之间的距离大于光在它们之间传播的时间，那么这2个事件在逻辑上就是互不相关的。物理学家把这称之为光锥。我们每个人、每个文明都被囚禁在
属于自己的光锥之内。想象一下，你坐在一个巨大的黑暗剧场里，你手里只有一盏微弱的手电筒，你只能看到光束照亮的那一小片区域，而光束之外发生的一切对你来说都不存在。更绝望的是，这束光并不是瞬间抵达的，它在空气中爬行的过程，就是宇宙在对你隐瞒真相的过程。我们经常自豪地说，我们能看到亿万光年外的星系，但在记忆擦除者的视角下，这反而是宇宙最残忍的地方。因为光速的有限，你看到的永远不是现在的宇宙。你看到的仙女座大星系是200多万年前的它，你看到的那些壮丽的恒星爆炸，其实是几千年前就已经化为灰烬的残骸。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延迟组成的补丁世界里，宇宙为了保证各处的数据一致性，为了不让结果在原因之前发生，它强制给全宇宙设置了一个极低的带宽上限。在这个上限面前，人类引以为傲的所谓科技，其实就像是在泥潭里爬行的蚂蚁。你以为你通过天文望远镜在探索宇宙的深度，实际上你只是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里翻看那些已经泛黄甚至已经腐烂的旧照片。宇宙拒绝向你展示此刻的真相，它用光速这堵透明的墙，把所有的文明都隔离开来。这种带宽限制带来的最直观感受就是绝望的慢。如果你把整个宇宙想象成地球那么大，那么光速实际上只相当于一只蜗牛每秒钟移动3厘米的速度。在如此广袤的尺度下，这区30万公里每秒，简直就是对文明的一种羞辱。它让距离变成了一种物理上的绝对。它告诉我们，孤独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是一种宇宙公理。在这种暴政之下，任何试图跨越星际的梦想，在底层逻辑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你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挣扎，在宇宙主频的限制面前，都不过是系统日志里的一串微小的溢出错误。当你理解了光速的本质，你就会明白，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的宇宙里，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精密锁定的模拟器中，而光速就是那个防止我们触碰边界，防止我们发现系统底层秘密的最高安全协议。在人类的文明史里，我们习惯了用自己的肉体尺度去衡量世界。当你坐在时速300公里的高铁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景色，你会觉得很快。当你看到战斗机突破阴障，拉出一道白色的激波时，你会觉得很快。所以在你的潜意识里，每秒30万公里的光速被自动脑补成了一种瞬间移动的神力。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太渺小了，渺小到连宇宙的门槛都还没摸到。让我们从离家最近的地方开始，月球，那是人类目前唯一亲身踏足过的地外天体。光从月球反射到你的眼睛里，需要1.3秒。这意味着，当你抬头凝望那轮明月时，你看到的永远是1.3秒之前的残像。这看起来似乎还没那么糟，对吧？1.3秒的延迟，在打网络游戏时，可能只是让你感到操作不顺滑，但在生死关头，这足以致命。再走远一点，看看我们的生命之源，太阳，
光从太阳表面出发，穿越浩瀚的真空，抵达地球，需要8分20秒。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数字。想象一下，如果此时此刻，太阳因为某种未知的物理灾难突然熄灭，或者它像一个巨大的气球一样炸裂开来，我们在地球上的人类并不会立刻陷入黑暗，我们依然会在这8分20秒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喝着咖啡，讨论着明天的天气。在这500秒的时间里，太阳已经不存在了，但它的幽灵依然在宇宙中穿行，维持着这个世界的宁静。我们所有的快乐、痛苦、挣扎，都发生在一个已经消失的恒星投射出的虚假幻影里。这8分钟，就是宇宙给我们的临终关怀，也是它对我们最冷酷的戏弄。当你离开太阳系，那种慢带来的窒息感会呈几何倍数增长。离我们最近的恒星系统是比邻星，距离大约4.24光年。请注意，这个单位光年，它听起来像是一个关于时间的词，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关于绝望的长度。4.24光年意味着，即便你拥有了能够达到光速的飞船，你从地球出发，去邻居家串个门，来回也需要将近9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在比邻星发现了一个外星文明，你想给他们发一句“你好”，你的这句问候要在冰冷的真空中爬行4年零3个月，等对方收到信号，立刻回你一句“我也好”，又是4年3个月。这一场最简单的社交寒暄，需要消耗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小学毕业的全部时光。在这种速度限制下，所谓的星际帝国、银河联邦在物理上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信息的传递太慢了。当银河系边缘的一个殖民星系发生叛乱，消息传到首都星时，可能那个文明已经更迭了3代，连叛乱者的骨灰都找不到了。光速把宇宙切割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岛屿，每一颗恒星都是一座深不见底的囚笼。让我们把视角再拉高，看看我们的银河系，它的直径大约是10万光年。10万年是什么概念？10万年前，我们智人的祖先还在非洲大陆上拿着石块狩猎，他们甚至还没学会如何画出第一幅岩画。如果那时候银河系的另一端有一颗超新星爆发，它产生的光芒直到今天才刚刚抵达地球，进入我们的望远镜。我们所看到的灿烂星河，本质上是一座巨大的乱葬岗。那些闪烁的繁星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在几万年前就已经坍塌、熄灭，或者演化成了黑洞。但由于光速的缓慢，他们的死讯还在路上，他们的光芒依然在宇宙中游荡，装点着我们虚假的夜空。而这仅仅是一个星系。在可观测宇宙里，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有2万亿个，最遥远的星系距离我们有100多亿光年。这意味着，即便你化身为一道光，从宇宙诞生之初就开始赶路，直到地球毁灭，你可能连宇宙的一角都没跑出去。为了让你更直观地理解这种慢，我们做一个极致的降维类比。如果我们把整个可观测宇宙缩小到地球这么大，那么按照比例，光速慢到了什么程度呢？它慢到每秒钟只能移动3厘米。是的，你没有听错，
在宇宙这个宏大的地图里，光速就像是一只受了重伤，在柏油马路上垂死挣扎的蜗牛。它拼尽全力地爬行，自以为快若闪电，但在造物主的视角下，它几乎是静止的。这就是宇宙的真相：空间太大，而光速太慢。这种不对称性注定了人类永远无法真正触碰到宇宙的脊梁。我们就像是生活在一片漆黑荒原上的蚂蚁，手里拿着一根燃了一半的火柴，只能照亮脚下那几厘米的泥土。我们以为自己看清了世界，其实我们只是被囚禁在了光速这根慢悠悠的进度条里。宇宙并不想让我们交流，也不想让我们理解它。它用这种慢，给每一个文明都带上了电子脚镣。它让我们看得见，却摸不着；让我们产生希望，却又用漫长的时间成本将希望磨灭。当你意识到光速其实是一种极致的慢时，你对世界的认知会发生崩塌。你会发现，所谓的时间旅行、星际穿越，在光速这道物理死墙面前，都像是可笑的童话。我们不是宇宙的主人，我们只是被系统管理员限制了访问速度的访客，被禁锢在这一方狭小的时空里，孤独地老去。在这种令人绝望的慢面前，你引以为傲的文明，你刻骨铭心的爱情，你宏伟壮阔的理想，都不过是那只每秒移动3厘米的蜗牛身上一粒看不见的微尘。很多科幻作品喜欢幻想超光速飞行，仿佛只要引擎足够强大，我们就能像撕开一张纸一样，撕碎光速的限制。但在物理学的逻辑链条里，超光速不仅仅是技术问题，它是一场逻辑的自杀，是宇宙系统底层数据的彻底崩溃。我们必须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光速之所以不可超越，是因为它在守护着这个宇宙最基本的底线，那就是先有因，后有果。在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里，时间和空间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像是一块织紧的两面，被光速这个常数紧紧地缝合在一起。当你试图加速，试图让你的坐标在空间中更大幅度地跳跃时，宇宙会强制从你的时间余额里扣除代价。这就是所谓的中慢效应。当你无限接近光速，你的时间就会趋于停止。对于一个光子来说，从宇宙大爆炸那一刻诞生，到亿万年后撞进你的眼睛，在他自己的主观视角里，这个过程是瞬间完成的。他没有经历过时间，他在诞生的瞬间就已经抵达了终点。但如果你试图跨过那条线，如果你真的实现了超光速，会发生什么？在数学模型里，一旦你的速度超过了光速，洛伦兹变换公式中的时间项就会变成一个虚数。在现实的物理意义中，这意味着时间开始倒流。听起来很酷，对吧？回到过去，弥补遗憾，改变历史。但在宇宙这个超级计算机的底层逻辑里，这叫逻辑溢出，也叫因果链断裂。想象一下，你手里有一把传说中的超光速手枪，我们叫它初号机。你对着远处的一个靶子开了一枪。在正常的世界里，你扣动扳机是因，子弹击中靶子是果。信息以光速或亚光速传递，因果顺序清晰明了。但如果你手中的子弹是超光速的，那么在某些观察者的参考系里，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会先看到靶子被击碎，然后才看到你扣动扳机。在这个瞬间，宇宙的数据库发生了严重的读写错误，效应在原因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这意味着结果可以独立于原因而存在。如果结果不再需要原因，那么这个宇宙的物理定律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有的科学，所有的逻辑，所有的可预测性，都会在超光速的一瞬间化为虚无。我们可以用一个更现代的类比来理解这种恐怖。想象你正在玩一款在线联机游戏，所有的玩家都在一个服务器上运行。为了保证公平，服务器必须确保每一个动作的先后顺序。如果你是一个黑客，你修改了本地的代码，让你发送给服务器的数据包拥有了负延迟，也就是你的攻击指令在你的大脑产生想法之前就送达了服务器。这时，服务器的逻辑就会陷入死循环。系统管理员为了保护数据库不被损坏，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行断开你的连接，甚至直接抹除你的账号。在现实宇宙中，光速就是那个防止负延迟出现的系统防火墙。那些幻想超光速旅行的人，其实是在幻想一种自杀行为，因为当你超光速的那一刻，你已经脱离了这个宇宙的因果链，你变成了一段无法被系统识别的代码，一个逻辑上的怪物。你可能会在出发之前就看到自己已经回来，或者在自己出生之前就杀掉了自己的祖先。这就是著名的祖父悖论。但宇宙比你想象的要冷酷得多，它不会允许悖论真正发生。它设下的光速枷锁本质上是给所有物质分配了一个存在证明。只有在光速之内的物体才是被因果律保护的真实存在的东西。一旦你超越了光速，你就不再属于这个现实，你会被宇宙的底层协议自动剔除，就像一段被回收的垃圾内存。所以，所谓的曲率驱动、虫洞穿梭，这些理论上避开光速限制的手段，本质上都是在试图绕过因果律的监管。但即便如此，物理学家们依然在争论，这种作弊行为是否会触发宇宙的自我保护机制。霍金曾经提出过时序保护猜想，他认为宇宙似乎有某种未知的机制，能够阻止闭合类时曲线的形成，从而防止时间旅行的发生。说得直白一点，宇宙这个系统管理员绝不允许任何人改写历史的日志。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明白光速的另一层深意。它不仅是速度的上限，它是现实的边界。在光速之内，我们是逻辑的产物，是遵循物理定律的实体；而在光速之外，是逻辑的荒漠，是虚无的深渊。每一道划过夜空的星光，其实都在向我们低语。我是真实的，因为我遵循光速，我守卫着因果。那些梦想着超越光速，去征服星辰大海的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如果我们真的超越了光速，我们所征服的那个宇宙，还是我们所认知的那个充满逻辑和秩序的宇宙吗？在一个因果律失效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本身都没有了根基。你可能在下一秒突然消失，也可能在上一秒从未出现。光速的暴政其实是宇宙对我们的一种变相保护，
它用这种近乎冷酷的限制，确保了我们所生活的现实是稳固的，确保了我们的记忆是有意义的，确保了我们每一个行为都能产生确定的结果。如果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模拟器里的程序，那么光速就是主频的限制，它防止了由于运算过快导致的逻辑错误，而那些被囚禁在光速牢笼里的痛苦，那些无法跨越星际的遗憾，其实都是为了维持现实这个巨大程序的运行而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光速不是枷锁，它是定义存在的底线，它是宇宙写在第一行代码里的神圣指令。任何试图挑战这个指令的行为，最终都会导致文明的自我解体。人类文明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提升移动速度和沟通效率的历史。我们从马车到轮船，从蒸汽机到超音速喷气机，每一次速度的飞跃都会带来地缘政治的巨变和文明规模的扩张。我们习惯了这种只要科技进步，速度就能无限提升的线性思维。但当你试图把这种思维带入星际时代时，你会发现你撞上了一堵由纯粹物理定律砌成的冷酷无情的墙。我们先看交通工具。目前人类制造出的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是旅行者1号，它已经在大约200亿公里外的星际空间逡巡了40多年。40多年，听起来很久，对吧？但如果你把它现在的飞行速度大约每秒17公里，放在银河系的尺度下看，它甚至连爬行都算不上。如果旅行者1号的目标是比邻星，它需要飞行整整73000年。73000年是什么概念？那是整个人类从走出非洲到建立数字化社会所需时间的2倍。当你出发时，你是一个高科技文明；当你快到终点时，你在母星上的同类可能已经因为某种不可抗力的灾难灭绝了，或者已经进化成了另一种你完全无法理解的生物。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残酷的概念：文明的断裂。即便未来我们能够研制出核聚变推进，甚至离子引擎，让飞船速度达到光速的10%，这依然是一个令人绝望的速度。去往最近的恒星需要40年。一个宇航员最黄金的青春都会消耗在那个狭窄的金属盒子里。更糟糕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光速的限制，这种殖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意义的。想象一下，人类在4光年外的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建立了一个殖民基地。如果地球母星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或者是致命的病毒爆发，我们想求援，或者想下达指令，这个信息传递过去需要4年多，对方收到信息，经过决策，再把物资或回复发回来，又是至少4年，8年的延迟。在8年的时间里，原本的文明秩序可能早已崩塌。这种延迟导致了一个必然的结果：星际文明在物理上是无法统一的。每一个恒星系统都会因为光速的封锁而演化成一个绝对独立的社会。它们无法实时共享信息，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物资贸易，更无法形成统一的法律和文化。所谓的一统银河，不过是人类基于地面交通逻辑产生的幼稚幻想。光速就像是一把巨大的手术刀，把宇宙中每一个孕育生命的摇篮
都精准地切除、孤立开来。我们再深入一点，聊聊通讯。很多人幻想，既然飞船太慢，那我们可以通过量子纠缠来实现超光速通讯啊。对不起，这里的记忆擦除者要再一次击碎你的幻想。量子纠缠虽然表现出一种非定域性的瞬间联动，但根据无信号定理，它无法传递任何有效的信息。这意味着，无论你如何摆弄那些纠缠态的粒子，你依然无法绕过光速的限制。光速就是宇宙信息的硬性带宽。当你试图向宇宙深处呼喊时，你面临的是一种极其荒诞的社交环境。你发出一道信号，等它抵达某个潜在的外星文明时，可能对方已经从石器时代进化到了核子时代，而等他们回复你时，人类文明或许已经退化到了废土状态。这种跨越万年的对话本质上不是交流，而是两个孤独的幽灵在不同的时空节点里对着空气自言自语。这就是我所说的文明的天花板。一个文明所能掌控的势力范围，其极限半径直接取决于它的信息传递速度。在地球上，我们的文明半径是2万公里，信息延迟只有几百毫秒，所以地球变成了全球村。但在宇宙中，光速把我们的文明半径死死地锁死在了太阳系之内。太阳系就是我们的监牢，这个监牢的围墙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所有的科技探索在某种意义上都只是在牢房的墙壁上涂鸦。我们发射的探测器，我们建立的月球基地，在宇宙的宏大尺度看来，不过是囚犯在试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从马桶边扩大到铁窗下。更令人脊背发凉的推演是，这种孤独可能是宇宙的一种筛选机制。如果每一个文明都被光速锁死在自己的恒星系里，那么大过滤器可能就不是某种灾难，而仅仅是物理定律本身。文明在资源耗尽之前，因为无法跨越光速这道鸿沟，最终只能在自己的摇篮里缓慢凋零。所有的星际交流都因为时间跨度太大而变得毫无意义。所以，当你听到那些关于星际旅行的热血口号时，请保持清醒。光速不是保护人类的护栏，它不是为了防止外星人入侵我们，而是为了确保我们永远无法离开这片狭小的星空。宇宙判处了我们孤独的死刑，并且剥夺了我们缓刑的权利。它给了我们智慧，去观察那些遥远的壮丽的星系，却又通过光速这个卑劣的设置告诉我们，那些地方你们永远也去不了。这种看得到却永远触碰不到的绝望，才是光速暴政最核心的残忍之处。我们就像被困在一面巨大的玻璃罩子里的苍蝇，对面就是璀璨的花园。但我们每一次加速撞击，都只会撞在那道透明且坚硬的物理法则之上，直到耗尽生命。光速不仅是速度的界限，它是宇宙设下的终极防火墙。它阻止了文明之间的融合，也切断了我们通往神级的阶梯。在这个天花板之下，人类的所有狂妄自大都显得那么滑稽且可怜。由于光速的限制，我们被永远地禁锢在了一个名为可观测宇宙的球体里。你可能听过这个词，甚至觉得它代表了某种宏大的探索范围。
但在物理学的冷酷真相面前，这个词其实是无知的代名词。所谓的可观测宇宙，就是以地球为中心，光能在过去138亿年的时间里跑过的距离。但这里有一个极其诡异的陷阱，由于宇宙空间本身在膨胀，那些最初向我们发出的光，在路上走了138亿年，而这段路程本身也在不断被拉长，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最远边界，其实远在465亿光年之外。这听起来似乎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但这正是我要告诉你的恐怖真相。这个边界正在以你无法想象的速度坍缩，或者说，宇宙正在我们眼前一点点地消失。想象一下，你正在玩一个视角极其受限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你的屏幕上有一个圆形的视锥体，只有在这个圆圈里的物体，显卡才会进行渲染，而这个圆圈之外是一片绝对的虚无，连代码都没有加载的荒芜。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光速就是这个渲染器的剪裁面。在这个半径465亿光年的球体之外是什么？物理学告诉我们，那里依然是宇宙，那里可能有数以万亿计的星系，有波澜壮阔的恒星演化，甚至有比我们先进亿万年的文明。但对于我们来说，那些东西在物理意义上是不存在的，因为那里的光永远无法到达地球，那里的信息永远无法与我们产生任何因果联系。无论你发明多么强大的望远镜，无论你如何提升探测器的灵敏度，那一堵墙永远横在那里，那是宇宙设下的认知防火墙。更令人感到窒息的是，由于暗能量的存在，宇宙的膨胀正在加速，这意味着空间本身拉伸的速度在足够远的距离上已经超过了光速。请注意，这并没有违反相对论。相对论说的是，物质在空间中的运动速度不能超过光速，但它并没有限制空间本身膨胀的速度。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其绝望的物理奇观：那些远方的星系正在以超过光速的速度远离我们，它们就像是在一台正在疯狂加速的跑步机上逆向奔跑的光子。虽然它们拼尽全力想跑向地球，想让我们看到它们，但空间拉伸的速度太快了，它们与我们的距离增加的比它们奔跑的速度还要快。这意味着此时此刻正在有成千上万个星系从我们的视野中永久地滑落，它们在向我们告别，或者说它们连告别都来不及做。在某一秒钟，那个星系发出的最后一颗能被地球接收到的光子，已经在那条漫长的旅途中出发了。而在那颗光子之后的每一秒，那个星系产生的所有信息都再也无法跨越那道正在不断扩大的深渊。从我们的视角看过去，那个星系会变得越来越红，光线越来越暗，最后它会凝固在一个永远无法触及的世界上，直到彻底从我们的探测器里消失。这不是暂时的遮挡，这是永久的剥离。那个星系依然存在，但它已经从我们的因果逻辑中被强行删除了。它变成了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证实，也永远无法证伪的幽灵。它已经跑到了可观测宇宙之外，也就是跑到了宇宙这个服务器的渲染范围之外。如果宇宙继续这样加速膨胀下去，
在遥远的未来，这种视觉上的隔离会达到一种极端的境地。几千亿年甚至上万亿年后，由于空间膨胀得太快，除了本星系群内的几颗恒星，银河系之外的所有星系都会越过那个不可见的世界，彻底消失在黑暗中。到时候，如果那个时代的生命抬头望天，他们看到的将不再是灿烂的星海，而是一片死寂的漆黑。他们会以为整个宇宙就只有他们那几颗孤零零的恒星。他们会建立起完全错误的宇宙观，因为所有的历史证据，所有的河外星系，所有关于宇宙大爆炸的微波背景辐射，都已经因为光速限制和空间膨胀而被物理性的抹除了。他们将生活在一个被宇宙法则精心编造的谎言里，而我们其实现在也正生活在某种程度的谎言中。我们自以为看到了宇宙的全貌，自以为掌握了宇宙的尺度，但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在那465亿光年的边界之外，宇宙到底有多大？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它的拓扑结构是像一个球体，还是像一个甜甜圈，亦或是某种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高维流行？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这就像是一个盲人摸象的故事，但比那个故事更残忍，因为那个盲人只要走过去，总能摸到象的全身，而我们被钉死在了这个名为地球的坐标点上。我们伸出的手受限于光速，永远也够不到大象的躯干。光速不仅是速度的限制，它更是认知的监牢。它给每一个文明都设定了一个可见范围，并在这个范围之外拉上了厚重的黑色幕布。我们所引以为傲的科学发现，所建立的宇宙模型，其实都是在一个残缺不全的数据集上进行的拙劣推演。我们就像是一群被困在地下室里的孩子，通过排水管道流进来的一点点雨水，就在幻想着大海的波澜。这种绝望是本质上的，它告诉我们，宇宙拒绝被理解，拒绝被窥探。它用光速和膨胀这两把剪刀，把一个原本完整的实体剪成了无数个互不相通的小碎片。我们每个文明都分到了一个小碎片，并把它当成了整个世界。在那不可见的黑暗中，究竟隐藏着什么？是神灵的低语，是物理常数的漂移，还是无数个已经熄灭的文明留下的墓碑？由于光速的暴政，这些问题将永远没有答案。当你意识到这一点时，你会发现，所谓的星空不再是浪漫的代名词，它是一道巨大的、正在不断扩张的裂痕。它提醒着我们，无论我们如何进化，我们始终只是这个宏大系统中一个被边缘化的隔离单元。我们眼中的光，其实是宇宙在抛弃我们之前留下的最后一点微弱的回声。而在那些回声平息之后，等待我们的是彻底的、无法逾越的认知虚无。你可能听过时间膨胀，听过双生子杨谬，甚至在电影里看到过宇航员回到地球发现物是人非的桥段，但大众媒体总是把这描绘成一种神奇的探险，一种逃离时间的手段。可是在这里的逻辑里，这叫相对论的暴政。我们要先纠正一个直觉上的错误。你以为时间是像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
对每个人都公平的流逝吗？不，在物理学的底层代码里，时间从来都不是独立的维度。爱因斯坦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4维的时空连续体中，每一个物体此时此刻都在这个4维时空中以恒定的速度移动。这个恒定的速度不多不少，正好就是光速。请仔细听好这句话，这是理解宇宙暴政的关键。你、我，每一颗星辰，其实都在以光速移动。当你静止不动时，你所有的速度都用在了时间这个维度上，所以你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而当你开始在空间中加速，你的部分速度就会从时间维度被抽离，转而去填补空间维度的位移。通俗点说，你是在用时间换空间。当你无限接近光速时，宇宙就会强制扣除你几乎所有的时间余额。这并不是什么科幻的魔法，这是一种极其冷酷的会计原则。想象一下，你作为一名先驱者，驾驶着人类最先进的飞船，加速到了光速的99.99%。你想去4光年外的比邻星看一眼，在你的主观视角里，由于时间膨胀效应，你的表跳得极慢，你的细胞分裂速度也变慢了。对于你来说，这趟旅途可能只持续了几个星期，你甚至还没看完2部长篇小说，飞船就已经抵达了目的地。这听起来很爽，对吧？你觉得自己战胜了时间，跨越了漫长的真空。但别忘了，宇宙的扣费逻辑，当你满载着探测数据，同样只花了几周的主观时间回到地球时，迎接你的不会是鲜花和掌声，你会发现地球已经过去了整整8年。这只是最近的比邻星。如果你野心更大一点，想去看看200多万光年外的仙女座大星系，而且你拥有无限的能源，能让飞船持续加速到极其接近光速，在那趟旅途中，你主观上可能只老了20岁。你觉得自己正值壮年，带回了宇宙终极的秘密。可当你回到地球原来的位置时，你会发现太阳可能已经膨胀成了红巨星，地球早已在几亿年前被烧成了一块焦炭。人类文明，连同你曾经爱过的所有人，你奋斗过的所有痕迹，甚至连你母语的最后一段录音，都已经消失在了漫长的地质年代中。这就是相对论最残忍的地方，它给了你跨越空间的可能性，却彻底剥夺了你回归故里的权利。这种时间上的不对称性，本质上是宇宙在防止文明的大统一。即便未来人类掌握了接近光速的技术，这种技术也只能制造出一群时间难民。那些出发去探索深空的英雄，在他们踏上飞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在物理意义上被放逐到了遥远的未来。对于这些探险者来说，他们不是在星际旅行，而是在进行一场有去无回的单程自杀。他们跳出了人类的共同时间线，掉进了一个孤独的时间孤岛。这种由于速度带来的社会性死亡，是任何科技都无法治愈的伤痕。而在这种暴政之下，光速这个常数其实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兑换率。在物理学公式里，那个著名的 c， 也就是光速，总是出现在空间坐标和时间坐标的转换系数里。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空间和时间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之所以我们觉得它们不同，是因为
宇宙给他们设定了一个极高的兑换价格，你每在空间中跨越30万公里，你就必须在时间维度上支付1秒钟的代价。这是宇宙的硬性税收，没有人可以逃税。我们再来看那个极端的例子，光子。由于光子是以光速运行的，根据狭义相对论，光子的时间膨胀达到了无穷大。这意味着，在光子的视角里，时间是不存在的。从它在恒星中心诞生，到它在你的视网膜上消失，哪怕中间跨越了900亿光年的距离，对于光子本身来说，这一切都是在同一个瞬间发生的。光子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它生活在一个永恒的、凝固的现在里。这看起来像是一种永生，但这种永生是以彻底丧失因果感为代价的。如果你是一束光，你无法产生思维，因为思维需要时间的流动；你无法感受过程，因为过程需要时间的沉淀。光只是宇宙中一段死寂的、没有主观历程的系统代码，从一个节点瞬间跳跃到另一个节点。当你理解了这一点，你就会明白人类的处境有多么尴尬。我们被禁锢在低速世界里，虽然拥有了感知时间流逝的特权，却被剥夺了跨越空间的能力。而当我们试图通过技术手段获取空间能力时，宇宙又会通过时间膨胀来没收我们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归属。宇宙就像一个精明的债主，它计算好了每一份能量和每一秒时间的去向。它用这种极其复杂的转换机制，确保了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同时掌握广阔的空间和连贯的时间。你想称霸星系吗？可以，请支付你文明的连续性。你想长生不老吗？可以，请进入光速的永恒凝固，但你将失去所有改变世界的能力。这种权衡利弊的背后，透着一种冰冷的程序正义。宇宙似乎在防范着什么，它不希望出现一个能够瞬间跨越星系，又能同时保持统一政权和历史感的超级文明。它通过这种时空交替的暴政，把每一个文明都拆解成一个个碎裂的时间片段，让大尺度的统一在物理逻辑上成为悖论。当你站在深夜的窗前，看着那些遥远的星光，你不仅是在看过去，你其实是在看一种时间的错位。每一道光都在告诉你，那里发生的故事已经跟你的时间线彻底脱节了。相对论的枷锁比任何物理的围墙都要坚固，因为它锁定的不是你的身体，而是你的归属感。现在闭上眼，想象一个光速无限快的宇宙，在那里信息传递不需要时间，任何角落发生的任何事都会在瞬间同步到整个宇宙。听起来这似乎是文明的终极梦想，但实际上那将是一场逻辑的灾难。如果光速是无限的，那么时间这个维度就会瞬间坍塌，因为先与后将失去意义，因果律会像一锅乱炖一样挤压在一起。宇宙的大爆炸和宇宙的终极热寂将在同一个瞬间发生，没有过程，没有演化，没有故事。那样的宇宙是一张静止的苍白的快照，它虽然广袤，却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正是因为光速是有限的，宇宙才有了现在这个概念。因为光速慢，所以信息
才有了层级。因为信息有延迟，所以万物才有了各自独立的历程。光速的有限为宇宙注入了时间这一神圣的变量，让这个世界从一张死寂的图片变成了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大片。它给了恒星诞生的时间，给了行星冷却的时间，也给了氨基酸在原始汤里碰撞出生命奇迹的时间。光速的暴政其实是宇宙为了让故事能够发生而特意留下的空白。我们再来看那座所谓的文明监牢，在第4章里，我们觉得无法跨越星际是某种死刑。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物理上的隔绝其实是宇宙对弱小文明的一种终极保护伞？刘慈欣在《三体》里描述过黑暗森林法则，认为宇宙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猎场。如果光速是无限的，那么任何一个高等文明只要动一个念头，它的清理武器就能在瞬间抵达宇宙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一个新生的弱小的文明还没来得及发出第一声啼哭，就会被瞬间抹除。正是因为光速的限制，因为那漫长到令人绝望的航行时间和通讯延迟，宇宙才变得如此深邃且宽容。光速给每一个文明都提供了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它让孤独变成了一种昂贵的隐私。在这种物理性的防火墙下，人类才有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去缓慢进化，而不用担心在婴儿期就被亿万光年外的星际掠食者瞬间锁定。光速不是锁链，它是宇宙为保护多样性而设下的减速带。它告诉那些狂妄的神级文明，慢一点，让那些弱小的生命也有生存的空隙。而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光速的限制其实创造了宇宙间最极致的浪漫。当我们抬头看星空，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冷冰冰的现实，而是一个跨越100亿年的历史陈列馆。正是因为光的步履蹒跚，那些早已熄灭的恒星才能在亿万年后依然照亮我们的眼眸。它们虽然肉体已逝，但它们的影子却在真空中长途跋涉，只为了在某个深夜与你的视网膜完成一次跨越时空的吻。这难道不是一种宇宙级的浪漫吗？当你思念一个远方的人，或者怀念一段逝去的时光，光速限制在哲学层面给了我们一种安慰，没有任何信息会真正消失。此时此刻，你人生中最美好的瞬间，你发出的每一声欢笑，你流下的每一滴眼泪，都在化作微弱的电磁波，以光速向宇宙深空扩散。在100光年外，在那片寂静的真空中，你100岁时的样子，你童年时的啼哭，都依然在那里栩栩如生地穿行。只要有一个足够强大的观察者站在足够远的地方，他就能看到你完整的一生。在光速的档案库里，我们每个人都是永恒的。我们不是在随着时间流逝，我们是在向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分发我们的存在。所以，请不要再痛恨那30万公里每秒的速度，它是宇宙的温柔，它让我们有了此时此刻的独特性。它告诉我们，正是因为距离不可跨越，所以当面的握手才显得如此珍贵。正是因为信息传递缓慢，所以等待和期盼才有了重量。正是因为星光来自过去，
所以我们每一次仰望，都是在进行一场神圣的考古。光速的暴政本质上是宇宙赋予我们存在的终极意义，它设定了边界，让我们明白了自由的可贵；它设定了延迟，让我们学会了珍惜眼前。在这场宏大的物理实验里，我们被囚禁在太阳系这个小小的摇篮里，但这摇篮也是最安全的港湾。我们无法征服银河，但我们可以在这方寸之间建立起属于人类的充满温情和逻辑的文明。